因此你连共党地下工作条例都全然不顾，直接使用空军作战部的电台向华野共军发送秘密情报。临死你还拉上这个被你们发展的无知党员方梦敖，公然违抗军令，不向共军投放1颗炸弹，坐视国军大批伤亡。回答我，是不是？好，方梦敖，敢做敢当，有什么就承认什么，说吧。方梦敖，对你刚才的行为做出解释。报告廷上，坐久了就想站下。公诉人，让被告人林大为回答你刚才的质询吧。我之前说过，自己也不是那么高尚。一，自知生命不长，因此铤而走险，违背了我党的地下工作的保密规定，公开发报，因而暴露。这2天我也在想，如果我还能好好活着，还会去冒这个险吗？未必。由此可见，我也是个有私心的人。2，我就是再有私心，也绝不会因为自己生命不长了，还拉着别人一块儿去死。无论是自己的同志，还是空军作战部供过事的那些人。在进入你们内部之前，我曾随我党周恩来副主席工作，他对我们有明确的规定。除了完成组织的任务，绝不允许犯任何违背道德和有损形象的事情。这一条是顺便回答你关于我党和我个人做人的问题。佩服吗？我也佩服他，但是我不佩服你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必须知道。率领一个飞行大队，奉命轰炸共匪，所有的炸弹你1颗未投，全部带了回来，替共产党做事，反倒让国民党的人救你。你现在还说不想知道吗？想知道，说吧。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当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的父亲。庭上，我要求公诉人退回席上去。你说什么？请法庭接受我的要求。说明要求的理由。我的档案就放在他席上，我请公诉人回去好好看看。我档案上写得很清楚，母亲亡故，父亲空白，我根本没有什么当行长的父亲。可笑！我告诉你，从6月23号到今天，你父亲在北平分行的副手
崔中实4次飞抵南京，中央银行、财政部，甚至是调查你这个案子的党通局，他都去了。就在1个小时前，崔副主任还拜见过我们的徐主任。徐主任，就这一点，你不会否认吧？陪审人兼辩护人回答公诉人的问话。是。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副主任崔中实，今天中午1点，确实来过我的办公室。来碗汤圆吗？要等一下啊。事关保密条例，我只能说到这里。北平昨天发生的事件，本人代表全国党员通讯局，不但今天要传问崔中实，还将继续调查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所有的有关人员。崔中实见我和冯梦敖一案毫无关系。好吧，冯梦敖，既然徐主任说了，你家里并没有为了救你而活动，你也不认你有一个当行长的父亲，当然，你也不会承认你共党的身份。但是，我要提醒你注意，619案如果是受共党指使，那追究的就是你个人；如果不是受共党指使，那你的行为就牵连你飞行大队所有人员。根据陆海空军刑法，方梦敖及其飞行大队属于集体违抗军令罪、危害国家安全罪，所有人犯都应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。庭上，本公诉人请求命方梦敖代表其飞行大队做最后陈述。被告人方梦敖愿否做最后的陈述？没什么最后陈述，我就是共产党。是特种刑事法庭，就是我。请讲。请稍等，我做详细笔录。
记录完毕。是。加快审讯，今天下午6点前结束审判。622方梦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不轰炸开封一案的调查案卷，党员通信局是否调查完毕？回庭上，已经调查完毕。方梦敖是不是共产党？经你们调查，能否做出明确结论？回庭上。经过详细的调查，方梦敖自民国27年加入国军空军服役，民国35年转入检校航校任教至今，从没有与共产党有过任何接触，完全可以做出明确的结论。反对，反对无效。被告人方梦敖身为国军现役军人，率航校实习飞行大队622轰炸开封共军，为何一弹不投，原路返回？现在做最后的陈述。不关你们的事，通知呀！庭上，622不轰炸开封的案子，原来是由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审理。我有2件重要的证据在通讯局徐主任手中，请法庭提取。哪2件证据？照片。这是6月22日拍摄的航拍照片，请法官、公诉人、陪审人共同验看。同意被告人的请求，陪审人、公诉人共同验看。被告人，你呈堂的这几张照片，试图说明什么问题？民国27年6月5日，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23架次，对我开封实施无差别轰炸，炸死炸伤我中国同胞1000余人，开封城百姓房屋毁于弹火，一片焦土，数10万同胞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请法官再看一下照片中的铁塔。那是建于宋仁宗时期的古塔，当日遭日军炸弹轰击62发，塔身中部损毁10余丈。抗战胜利才3年，竟然是我们国军的空军作战指挥部下达了和日本侵略军同样的命令，名曰轰炸共军，实则是联合国都明令禁止的无差别轰炸。我想问一下，是谁下的命令？我们不轰炸自己的百姓，不轰炸自己的城市，反倒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。请问公诉人，陆海空军刑法哪一条能定我们危害国家安全罪？请你现在就回答。被告人第2份证据。1937年8月13日，日本空军轰炸我上海。我母亲、我妹妹于同日遇难。
这就是6月22日我下令大队不轰炸开封的原因。你们可以定我任何罪，但绝对不能判我身后的任何一个飞行员有罪。他们都是中国的儿子，他们不轰炸自己的父老同胞，没有任何罪。陈述完毕。中华民国特种刑事法庭622方孟敖违抗军令案，共党林范大伟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罪案，侯范俊堂特大走私贪腐案，现在宣判，全体肃立。此判决林范大伟死刑，立即执行枪决。此判决侯范俊堂死刑，立即执行枪决。此判决方孟敖及其实习飞行大队即日解除现役军职，集体发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另行处置。执行。反对！我坚决反对！法庭作出如此判决，险系枉法，我代表国防部坚决反对。让他看看。是。今日之判决是我的意见，请转告郑克达同志，希望他不要反对。蒋经国。亲爱的同志们，你们都是我一直最信任、最肯干、最忠于领袖和三民主义伟大事业的骨干。这次存亡决须的关头，生死搏斗的时刻，我希望大家成为孤城一致，忠于领袖，不成功便承认，至死不渝。当前国民党内部严重腐化，共产党日益恶化，我们面临一次革命两面作战，既要反对国民党的腐化，又要反对共产党的恶化，两大革命必须比其功于一役。应不应该轰炸开封是一回事，方孟敖率队违抗军令不轰炸开封是另外一个性质。什么性质？至少有倾向共产党的性质。还有哪些不理解？中统的徐铁英显然是受到了方步亭的影响，他们在背后一定有交易。还有吗？涉嫌通共的案子，又掺入了腐败的背景，这都是我们要坚决打击的。还有吗？报告建峰同志，暂时没有了。还是要相信党统局和保密局。如果真调查出他是共产党，因为收了他的钱，说他不是共产党，徐铁英不会干这样的事。党统局和保密局也没有人敢干这样的事。当然了，经过调查，他并不是共产党，徐铁英还有好多人就会收他家的钱，但这些都和方孟敖本人没有关系。建峰同志，会不会有这种情况？方孟敖确实是共产党发展的特别党员，
只是共党有意长时间不和他联系，不给他交任务，是要让他等到最要紧的关头，命他驾机叛飞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直觉，也是我的担心。任何直觉都能找到产生这个直觉的原点。你这个直觉的原点是什么？报告剑锋同志，我这个直觉的原点，就是方不停身边的那个副手，央行北平金库的副主任崔中实。因为近3年来，外界和方某敖有直接联系的，就只有他一个人。3年多，他一直借修好方家父子的关系为名，和方某敖往来，可方家父子的关系并没有缓和。崔中实倒是和方某敖成了好朋友，这一点很像是共产党敌工部的做法。我建议对崔中实的真实背景彻底调查。地主天上啊，永不分。先生赏脸，是不是点一曲？点一曲吧。啊，请先生原谅，敝店不收法币。哎，点一首《月圆花好》，要周璇原唱的味道。哈哈，先生好耳力。敝店请的这位外号就叫金嗓子，唱出来不说比周璇的好，准保不比周璇的差。请先生稍等啊。党国的局势走到今天这种地步，关键不在共产党，而在我们国民党。从上到下，己人为党，己人为国，己人不是为己啊！共产党没有空军，我们有空军，可我们的空军在空运走私物资啊！像方某敖这样的人，以及他培养的17航空大队，材料我去看过了，无论是飞行空战技术，还是纪律作风，在空军都找不出第二个。要不是开封战役是无人可调，方某敖和他的大队还在闲置。优秀的人才我们自己不用嘛？是，剑锋同志，对方某敖及其飞行大队及时的发展，我们也有责任。但是现在要对方某敖及其飞行大队委以重任，隐患太大，还请剑锋同志考虑。什么隐患？就你刚才那些怀疑？我刚才的怀疑只是原因之一。原因之二呢？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要有顾忌。是，剑锋同志。方某敖及其飞行大队显然不宜再派做攻占了，现在派他们去北平调查走私贪腐和负责物资运输，一定不会出现其他空军的走私现象。可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贪腐，方不停才是幕后的关键人物。总统和剑锋同志曾经教导我们，看一个人忠不忠，首先看他孝不孝。我承认，方某敖是空军的王牌，也敢做敢当，但对于他10年不认自己的父亲的行为，我不欣赏。他是否能执行好这次任务，我有疑问。剑锋同志，我如果说的不对，请你批评。你讲得很对，年轻人总有人性的病，
我就反对过自己的父亲吗？建峰同志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人说无过，过则无胆改嘛。我当时不认父亲是真正的少不更事，方梦敖不同，他不认父亲是是非分明。白山日军轰炸我上岸，方不丁抛弃妻子，一心用在巴结孔宋两个靠山上，把他们的财产安全运到了重庆，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死于轰炸。方梦敖亲眼看到母亲和妹妹炸死，那时也就17岁，还要带着一个13岁不到的阿弟，流落于难民之中。换上你，会认这个父亲吗？是，建峰同志。对方梦敖的调查，我很不深入，我应该检讨。建峰同志，请立即做出指示吧。我可以马上着手改编方梦敖及其飞行大队，部署他们到北平的工作任务。记住2句话：用人要义，义人也要用，关键是要用好。昨天北平的血潮还只是一个开始，局势很可能进一步恶化，甚至影响全国。联席会议已经决定要成立调查组，去北平深入调查。成员里你是一个，还有徐铁英。你们能够对付共产党，可是都对付不了方不丁。他背后是中央银行，是财政部，因此用好方梦敖是关键。还有，我同意你的建议，对那个崔中生深入调查。是。双双对对，恩恩爱爱，这软风儿向着好花吹，柔情蜜满人间。先生，你点的曲子已经唱了3遍了，你看是否换一曲啊？不点了，剩下7美金也不用找了。啊，谢谢。先生，我替你叫车啊。不用了。啊，先生这边请。来。慢走啊，先生。再来啊。去中央饭店多少钱？先生上车就是，钱是小事。你一个拉车的，钱是小事，什么是大事？您坐车，我拉车，准定将您拉到想去的地方就是。好，不去中央饭店了，去国民党中央通讯局。听您的，请坐稳了。我还是拉您去中央饭店吧。先生放心好了，大少爷的病全好了，下午6点就出了院，过几天可能还会去北平，家里人可以见面了。你认错人了吧？我认错人没有关系，先生不认错人才要紧。大家都饿了，这里就是我们革命荣军自己的家。上级指示，你们一律按校级接待，6人一桌，请随便坐吧。方大队长是单独的一桌，一会儿会有专人来陪，请坐吧。军事法庭已经判决，我们都解除军职了。你刚才说他们都按照校级接待，一定是听错了，麻烦你一下再去问清楚了，免得我们吃了这顿饭，你过后接受处分。不会错，这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决定。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说他们都是校级军官，这个倒没说。方队长，都解除军职了，就当是预备干部局请客。是。是。这边吧。
不错啊。给让个地儿。好。听我的啊，那桌上菜，谁抢着归谁。去，快别了门，开酒。几个谁的？情绪怎么样？一上来就较劲，把您安排那桌菜也分了，现在还装什么美国人？金将军，我们荣军招待所什么样的高级将领没见过？就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家常饭。我也没见过。把所有人都撤出去，外面布岗，任何人不许靠近。是。走。望着方梦敖这双无数次飞越过驼峰峡谷的眼，曾可他仍然坚信自己的直觉，这个人就是共产党。金国局长用人要以疑人也要用的方略，他无法理解，却必须执行。接下来自己要做的，就是正视这个人的共产党身份，把他再一次送上特种刑事法庭。辛苦了一天，我也没吃饭。劳驾，加个座。谢谢。这饭是吃不好。预备干部局准备怎么处置我们？请说吧。没有处置，但有新的安排。吃饭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说，大家接着吃，我一句话都不说。对不起，我忘了，坏了你们的规矩。常务到。曾督察遵守新生活运动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帮忙倒杯白开水去。是。继续吃饭。来了。先生好。
你母亲死于日军轰炸，建峰同志的母亲也死于日军轰炸，所以他能理解你。建峰同志托我向你问好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建峰同志还说，他对你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，也能理解。侬个习惯噻，还记得搿屋里啊？3天2头往南京跑。要是养了个小的嘛，估计就带回北平算了。公司了，侬还好吧？两个小人挺好啊。好啥好啦？米也快没了，顶了钞票买不着菜。哦，今朝去交学费了，学堂还不收发票。哎，抽头里向我侪寻过了，侬那一眼美金侪撒到啥地方去啦？谁告诉侬了呀？就搿一美金投资了呀。人家投资侪住洋楼、坐小车，哎，侬搿金库负责人投资到啥地方去啦？我明朝就回去了，有啥闲话我来讲啊。这是让你们去反贪城府。2，除了运输任务，不给你们派作战任务。3，牵涉到你的父亲，就事论事。建峰同志这3条指示，你没有理由拒绝。还有，你一直很关心你一手带出的这些学生，3年学习，3年训练。难不成你让他们就这么回家吗？这些青年的前途，你丝毫不替他们考虑。这个文件你可以宣布，他们应该有前途，但请你在宣布的时候，先不要念关于我的任命。你不当这个队长，就根本没有必要成立这个大队。他们也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安排。南京特种刑事法庭的判决是等候处置。我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上面也知道，你是抗日的功臣。飞越驼峰死了很多人，你的命是捡回来的。越是有这样的经历，你更该多替他们想想。你让我想的呢？好，我就先向他们宣布。对了，你的家人还是关心你的。北平分行的崔副主任这一向一直在为你的事说情。他住在中央饭店，还没有走。于情于理，你都该去看看他。曾将军，打了10几天交道，还没有给你敬过礼。你宣布吧。全体起立。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派令：国民政府中央银行
至北平分行方经理步庭台见。该调查组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总稽核杜万胜、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王奔全、国民政府中央民时调配委员会副主任马林申、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、新任北平警察局局长兼北平警备司令部侦缉处长徐铁英5人组成。此后，北平物资运输皆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所派之青年航空服务队执行。队长特检空军笕桥航校原上校教官方梦鳌担任。央行北平分行5于北平复电称，其与75事件并无关联，便当密切配合接受调查，勿稍懈怠。方经理步庭揽电即付，央行5于南京。踹被窝踹到我们头上来了，让儿子踹老子，这些人也太不道德了。你和孟豪有5年没见了吧？5年多了，终于能见面了。大不了死在一堆。哦，先别把这个高兴的消息告诉木兰，看看孟伟吃完饭没有，叫他上来一下。方毛来了。爹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方家的祖宗要回来了。大哥要回来了？不是明天就是后天。崔叔办事就是得力。爹，我看崔叔还是我们自己人。我也愿意这么想。崔中实是自己人，这次又救了你大哥，你大哥又能回心转意，认我这个父亲。你爹我有这样的福气吗？孟伟，你想不想知道救你大哥的贵人是谁啊？不是徐主任吗？小了。通讯局叶局长。叶局长要是管这样的事，他能当上这个局长吗？那就是宋先生或者孔先生亲自出面了。你爹我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啊，在别人的眼里，我是宋先生、孔先生看重的人，到底有多重，我自己心里明白。现在能救你大哥的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共产党，一种就是国民党专门和老一派作对的人。爹，那救大哥的到底是谁啊？国防部预备干部局，不只是救，而且是重用。对外是驻北平青年航空服务队队长，
实质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经济稽查大队大队长。北平临时调配委员会的物资和账目，他都可以稽查，而且这些账就在崔中实手上。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怀疑崔中实了吧？你去了解一下，崔中实住在南京哪个饭店？中央饭店210房间。给中央饭店总机打个电话，问一下崔中实回房间没有。关键是要看看你大哥去了没有。知道了。你愿不愿意再干是你的事，谁也强迫不了你。但你既然问到我，我就再劝你一次。10年了，一直不理自己的亲生父亲，现在你又辞去职务不干，下面怎么办？没有了家，没有了单位，除了开飞机，别的事情你也不会干。总不能到黄浦江去扛包吧？别的不说，一天不让你喝红酒，不让你抽雪茄，你就受不了。我知道你以前给我带的红酒雪茄，都是你们方行长掏的钱，我不会认的。我抽你给我送的烟，喝你给我送的酒，那都是美国人给的吗？我不抽不喝，也到不了老百姓手里。那这3年多，我每次都来错了。事情过去10年了，抗战胜利也3年了。让夫人和小妹遇难的是日本人，毕竟不是行长。现在我们连日本人都原谅了，你连父亲都还不能原谅吗？日本人正接受审判呢，可他呢？还有你们中央银行在干什么呢？崔副主任，我们原来是朋友，如果真到了北平，别说什么父子关系了，恐怕连朋友没得做了。你们真想我去吗？不能让他们再待在一起，给崔中实房间打电话。好。喂。啊，行长啊。是的。他来看我了。是，在这里，我试试让他接电话。
这一记摔门声，不啻在方不停心里倒了一拳。10年了，儿子对自己的身具，自己对妇道的尊严，致使父子无任何往来。今天打这个电话，实出无奈，亦属首次。远隔千里，种种猜想，还是没有想到，听说是自己的电话，儿子竟会如此愤然离去。行长，你别误会。没有的，不会的。接您电话的时候，木鳌已经在门口了，正要走，他早就说要走了。行长，要是没有别的吩咐，我就挂电话了。我明天的火车后天回北平，见面以后我详细向您汇报吧。空军剑桥航空第11届第1航空实习大队，于民国37年7月6日改编为国防部北平运输飞行大队兼经济稽查大队，对外称中华航空公司驻北平青年服务队，直接隶属于国防部预备干部局，特检任方梦敖为该大队上校大队长，所有队员一律授予空军上尉军衔，具体任务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向方梦敖传达。特此，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蒋经国，民国37年7月6日。哎呀，这天儿啊，怎一个热死了得呀！放心，北平比南京凉快。警察局长与联络处主任有风啊。啊，今天是你假期，你徐叔这条老命可就交给你了。徐局长是想要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吗？没，我倒不是这个意思。干了10几年了，就怕坐飞机。那您到时候坐前面吧，后面晕机。我不怕晕机，我就怕飞机掉下来。那等着掉下来吧，反正我能跳伞。怕也得走啊，徐局长，请吧。哎呀，你说这飞机上不会就一个降落伞吧？
待会车一到，你敢不敢跳过去找你大哥？到时候你们就把我举起来，我就跳过去。行。还有，告诉新兵他们，今天是和平抗议，不许和军警发生冲突，也不要在这儿认他大哥。呀，哎呀，急死我了！谁也听我的。梁先生说了，你不可以在这儿认你大哥，听见没有？好扫兴！一定要找他签名，可以的。我真的特别想见到他。是梁先生说的，还是你说的？自己去问他。我相信了。你待会儿车来了，我一定不去认，让你去认，好了吧？好了，我又没说什么，你就在这儿陪着我，我乖乖听你话，还不行吗？那你就别说话，别乱说话！你指什么使？有本事过来抓我呀！有本事你过来！别说，宁思跟我来。遵守一下秩序，回去。让我过去，你不敢抓我，我还有什么呢？马局长，我们这些当兵的，真不需要你这样陪，你还回你车座吧。鄙人是专门来接方大队长的，你不坐我怎么好坐呀？要不你坐我这儿，我站会儿。不，要这样我还不如下去走路呢。听着，把门打开，马局长要下去走走。不是。闻名不如见面呐，方大队长真是乐天人啊！行了，看什么呀？开吧！方大队长开玩笑都听不出来呀！走。上回去，咱们走后门。我们从来不走后门，怕那些学生。不是，方大队长，这都是从东北来闹事的学生，明摆着是冲着你们来的。你们要是有什么闪失，这都是我的失职啊。另外，大家都很辛苦，我得保证你们吃好喝好休息好。我们是北平青年航空服务大队，特地来调查7·5民生误刺案的。我本人叫方某，是青年航空队的队长，身后是我的队员。关于7·5民生误刺案，大家有任何线索，可以找我们每一个人。谢谢同学们，敬礼。
主府吗？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这里原先住的是11集团军的高官，今年4月份以后改成了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，就是他们在这里明约办公，暗中贪腐，昨天晚上才给你们腾出来的。你们住吗？马局长呢？哎，我在这儿。就是他，来。哎，同学们有问题啊，你来解释一下。啊好，同学们，你们呢都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。人家方大队长他们是在南京开着飞机过来的，非常的辛苦。所有的事情啊，不只是他们，包括鄙人，还有这个北平市民事调配委员会，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啊，请多多体谅。还是让方大队长他们好好休息休息，请大家都回去吧，回去吧啊！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，马局长叫我们回哪里去？这里我再跟同学说，让开。马局长，你说这个地方是专门给我们准备的？对呀，全部都是，没看就一块牌子吗？啊，当然，包括我们派来的为你们服务的后勤人员，还有这么大个公主府，就住我们20多个人，太冷清了吧？而且我们不需要什么后勤服务人员。既然北平市把这个院子划给我们了，我就有权安排。同学们，你们计算一下，住到这里边能住多少人？让东北来的同学尽量住进去。好。这不合适啊！北平市政府也不会答应的。向我监管人员，听口令，向左转，接步走。把路上打开，让同学进去。你们徐局长跟我同期来的，有什么事我担着。报告方大队长，方副局长也是我的上级。快办！大哥万岁！进步青年万岁！大爸，怕热就别穿这么多嘛，我可要去把风扇关小了。我真去关小了。哎，小玉，你说是关小还是不关小？那就要看你是真疼你大爸，还是假疼你大爸。就你狡猾，真会讨大爸喜欢。大爸，你是不是更喜欢孝玉一些啊？说嘛。我都喜欢。都喜欢。我是你外甥女儿，她是你什么人？你为什么也喜欢她呀？说真话，不许说假话。凡是好女孩啊，大爸都喜欢。假话？那我们学校那么多好女孩，你也这样喜欢过？
我就说3个字，说对了您就点头。木兰，你要说不正经的话，我可要走了。心里有鬼才走呢。娃娃亲。大爸，今天我们同学都看到大哥了，你猜大家怎么说他的？大家都说大哥是真正的男子汉，你猜我怎么说？我说当然了，我大爸就是真正的男子汉，我大哥特像我大爸。我说的是真的嘛。真正男子汉遇到真正男子汉，2个人才较劲嘛。今天小雨也来了，我们一起帮您对付他。小雨啊，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你今天就在家里吃饭，好不好啊？下人呢？都睡着了吗？来了。蔡妈、王妈，我说的话你们都没听见。孟伟，老爷招呼过了，这些照片只能夫人摆。小少爷用不着生气，我摆好这些照片，立刻就离开。少爷，方家有少爷吗？这个家的太太10年前就故去了，哪来的什么少爷？放下。过分了。小嫂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来摆。备车，送小嫂回去。是。有句话请转告大少爷，我是在您母亲遇难后，才嫁给你父亲的。那年去重庆的路上，你父亲一直对我很礼貌，我们是邂逅相逢。这句话也请转告大少爷。真不知道爹是怎么想的，伤心往事偏要在这个时候都摆了出来，这不是故意让大哥看了剜他的心吗？你大哥未必像你想的那样，倒是你，不要再让行长烦心了。怕你跟小妈吵架，一大早就躲到木兰房里去了。小替2字。
孟伟，今天可都要看你了。知道了。李科长吗？北平航空青年服务大队安排住在哪里？调查清楚了吗？崔中石坐的哪趟车？11次车。今天下午2点30分南京发站，明天晚上5点30分到北平。孔子的弟子在向他问孝。孔子曰：“色难。”意思是说，要发自内心的，以顺从之态度面对父母。此为色难。你既然心里不痛快，就没有必要在我面前装出孝顺的样子。爹，10年了，亲儿子不能见父亲，亲弟弟不能见哥哥。还弄出个共党嫌疑，扯出个铁血救国会。儿子在军营干的就是这一行，可是您把事情弄得也太复杂了吧？搁了谁心里也受不了。还有今天，您居然让那个女人把妈和妹妹的照片搬回家来，还要摆在客厅里。您这是跟共产党斗气，跟铁血救国会斗气，还是跟大哥斗气呢？你教训得对，儿子是不孝顺。这事搁上谁，也都会色难。是啊，我又要跟共产党斗，又要和国民党斗，在家里还要和自己的儿子斗。谁让我学经济学到斗争哲学上去了呢？我摆上这些照片，没有想和谁斗，只是想告诉你和你的大哥，这个国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们了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你们平安地送去美国。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带着你妈、你妹妹一起去美国。如此而已。只要爹能安享晚年，儿子们的事儿你就别再操心了，好吗？我已经失去你妈，失去你妹妹了。如果再没了你们这2个儿子，我还有什么晚年？为了你，你小妈搬去外面住；为了你们兄弟，你小妈怀了我的2个孩子，都留了。你不该那样对她。
你大哥到北平了，崔中是明天就回北平。剩下来我还有没有晚年，只有天知道。我这就去军营，无论如何也把大哥接回来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。小哥，是不是要去接大哥呀？何小姐，小哥，我们也要去。什么事都要掺和，你什么时候能不再给我找麻烦呢？啊？你想见大哥，我也想见大哥，怎么是给你找麻烦了？我再跟你提一个醒，你不要以为平时跟那帮学生闹事，他们因为我不敢管你，现在要想打出大哥的旗号闹事。我告诉你，事情真要闹大了，谁也救不了你。我们是代表正义，那不叫闹事儿，叫发出正义的呼声。在家里他是你小哥，不是警察局长，我们不跟他斗气，好好帮你大爸想想，怎么等你大哥回来，让他们好好见面。我们也有好些话要问呢。Morning, Sophie. Morning. All your books are on the second floor. Nobody there. The Mr. Yan may be coming here. Give me information. Let him go upstairs. Okay, no problem.